欧洲官员一边妄想着对中国下手，一边却又因为强硬的反华措施遭到了不少欧洲内部企业家的反对和批评。甚至近日还有英国媒体爆料称，欧盟的高级官员并不想在电动车问题上与中国彻底闹僵，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对欧盟网开一面。中国的电动车产业为什么会令如今的欧洲各国感到恐慌和不安呢？中国和欧盟未来在电动车产业上又是否能够获得合作共赢的机会？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汽车就诞生于欧洲，所以欧洲的汽车工业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沿，其对中国等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有着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宝马、奔驰、兰博基尼等来自欧洲国家的汽车品牌依然是某些人眼中身份的象征，可见欧洲在全世界汽车产业中的重要地位。但当电动车产业逐渐兴起之后，欧洲各国车企的处境就变得微妙了起来。因为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不仅比传统的燃油车更为清洁环保，甚至在某些功能上也远远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生产的传统汽车。这种情况让那些靠着汽车制造业崛起的欧洲国家顿时产生了一种危机感。于是在法国的牵头之下，不少欧洲国家都向欧盟提出建议称，希望欧盟能够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产品加征关税。他们认为中国电动车产品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享受了政府的补贴性政策，所以才能对普通的电动车产品定出了奇低无比的价格。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欧盟甚至还需要对中国的电动车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然而，法国牵头提出的这一制裁措施立刻就引来了德国汽车制造商们的反对。德国出身的政客更是在欧盟内部大声疾呼，试图阻止法国提出的议案获得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支持。因为德国目前已经率先在中国开启了新能源汽车合作的试点。相比于其他老迈昏聩的欧洲汽车制造商，德国的汽车制造商大多选择了主动拥抱潮流。如今，奔驰、宝马等一大批德国车企已经在中国拥有了自己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如果由法国牵头发出的反制议案得到欧盟绝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那些德国汽车厂商好不容易才做出来的新能源汽车岂不是要滞销了吗？毕竟法国提出的制裁建议里只说要对从中国进口的汽车产品进行限制，并没有明确提出只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品进行限制。法国的这项提议看似是为了全欧洲的利益考虑，实际上其已经严重损害了德国的利益。然而，彻底对中国进口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发起反制性措施，对于欧盟来说也绝对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因为中欧之间的贸易事实上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想要在今天的全球市场当中与中国撇清经济关系，不仅会严重损害自身的经济信誉，还会平白无故的遭受一大堆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曾经那个任人宰割的国家了。面对来自其他组织或国家的不公平待遇，中国也一定会采取自己的方式展开反击。不过，现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是一个坚定的亲美派政客，在他的主持下，各项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限制性措施还是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当中。有外媒报道称，欧盟或许最早于5月开始对来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加征关税，但这份新闻报道并没有提及欧盟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品加征关税的具体幅度。不可否认的是，当今欧洲内部的确存在着一股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强大政治势力。这些人当中，一部分人是为了保护欧洲本土汽车产业，一部分人则是像冯德莱恩一样为美国的利益而奋斗。但就在5月5号，英国媒体《金融时报》又爆出了一则令人惊讶的消息。欧盟官员沃伊切霍夫斯基对该报的记者明确表示，欧盟方面希望中国不要因为关于新能源汽车产品的制裁性措施而限制双方的食品贸易。沃伊切霍夫斯基表示，当前欧洲和中国都在面临着严峻的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考验，但双方在农业和食品贸易等领域依然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据悉，沃伊切霍夫斯基长期在欧盟内部对华贸易的议题上持有相对积极的态度。就在不久之前，沃伊切霍夫斯基还带领着一个市值超过3500亿欧元的食品贸易代表团来到中国展开了访问。很显然，沃伊切霍夫斯基是在借着英国媒体的管道向中国乃至全世界释放一个信息，即便未来中欧之间真的爆发了贸易冲突，其个人也不希望中欧之间的食品贸易受到相关冲突的波及。因为中国是农产品和工业食品的输出大国，中欧之间的食品贸易直接关乎到数千万欧洲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因此沃伊切霍夫斯基的担忧也是可以被理解的。
但是从宏观层面上来看，中欧之间的贸易毕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一个板块出现了问题，中欧之间其他涉及板块的贸易恐怕并不能保证不受到任何影响。因此，中欧之间的贸易恐怕并不能像沃伊切霍夫斯基所说的那样，一部分对抗，一部分合作的姿态。中欧之间的贸易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特殊豁免地带。随着中欧之间摩擦风险的逐步上升，欧洲内部有越来越多理性的企业家和学者站出来为中欧双方的贸易发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事情似乎还没有发展到最坏的地步。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给予鼎力支持的大多是一些德国的汽车制造厂商。除此之外，匈牙利也曾经明确对中欧之间的贸易表达了支持的态度。现任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过去被人们看作是一位右翼政客，但事实上，欧尔班绝不会因为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放弃近在眼前的国家利益。作为中欧班列进入欧洲的前方站点，长期以来，匈牙利从中欧贸易当中受益颇丰。匈牙利当然没有理由反对中国的其他商品进入欧洲，因为如果这些商品全部被输入了欧洲市场，那么匈牙利就将成为欧洲东部的贸易中转站。而如果这些商品全部被输入了匈牙利市场，匈牙利人民则可以马上用上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作为欧盟当中的异类，匈牙利对当前的中欧贸易形势反而是看得最清楚的。欧洲各国虽然有着可观的经济体量，但其仍然无法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脱钩。与其跟随着美国的脚步一起玩不切实际的贸易脱钩游戏，倒不如主动拥抱对华贸易，接受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给欧洲社会带来的积极改变。除了匈牙利之外，西班牙也在欧盟内部掀起的反华贸易浪潮当中表现得并不积极。就在上个月，西班牙还从中国进口了一批新能源汽车。有相关人士认为，引进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将会有助于西班牙本土的汽车产业尽快实现转型。这对于西班牙的汽车制造业和整体经济格局而言，都是一件有益的事情。截至目前，支持与中国保持新能源汽车贸易的政治势力在欧盟内部依然占据着一定的影响力。这证明中欧之间的贸易还并没有走到死胡同。既然双方都对彼此的市场和商品有着迫切的需求，那么双方不妨坐下来，就贸易问题好好的展开谈判，列出彼此遇到的问题和交换的筹码。毕竟再差的谈判也强过直接对抗。当前欧盟内部刮起的针对中国电动车产业的反制之风，本质上是美国政客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布置反华棋局的一种具体表现。美国政客为了达成反华的目的不择手段，不分是非，并不代表着其他国家和组织也需要跟随美国的脚步，一起做出崩溃的动作。事实已经证明，美国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发起的反制性措施，只是让美国人民无法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生活条件，其对中国发出的手段根本没有对中国汽车产业造成任何影响。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欧洲各国恐怕也并没有多少信心和胆量敢接受美国的忽悠，心安理得地站在反华的战线上了。相信绝大多数的欧洲政客和企业家还是能够看明白这一点的。当今的中国无意与任何国家和组织展开对抗，但我们也不会对无端的指责和威胁逆来顺受，因为这不仅关乎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利益，更关乎到整个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道路。100多年前的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选择了闭关锁国的态度，最终却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这是令无数中国人感到屈辱和痛苦的历史。100多年后的欧洲，是否要在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到来之时重走中国的老路，决定权并不在中国的手中。接下来，欧洲各国人民做出的抉择将会深刻影响他们的未来和欧洲将来在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中的地位。2024年的印度独立日到来之际，印度国内却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妇女游行活动。只见无数的印度妇女高举着夺回黑夜的标语，行走于大街小巷，她们的眼中更充满了愤怒的神色。与国内的混乱相比，印度在国际上却显得格外吃得开。尤其在美国的战略里，始终将印度作为自己的朋友，更是制衡中国的利器。但美国对印度做出的这种判断，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判。正是因为美国对印度做出的这种误判，使得整个美西方都落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甚至可以说，美国对印度做出的战略误判，从客观上加剧了自身衰落的速度。提到印度，绝大多数人的头脑当中一定都会联想到糟糕的种姓制度。印度国内经常发生因为种姓制度而造成的社会恶性案件，更是有人因此死于非命。可见种姓制度给印度社会带来的毒害究竟有多大。相比于男性，印度妇女的地位在种姓制度的文化之下显得更为低贱。直到今天，印度妇女的权益依然很难得到保障。
2024年，印度独立日到来之前，印度多个城市的妇女就通过上街游行的方式向政府表达了自己内心的不满情绪。长期以来，印度妇女的权益都被忽视，甚至群体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发生在2012年的印度黑公交轮奸案可谓是震惊世界，几名嫌犯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奸杀了一名女大学生。但这几名嫌犯在被警方逮捕之后，却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意，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正因为这种龌龊的思想在印度社会内部很有市场，如今在印度的很多城市里，妇女都是不会在夜间单独上街的。这种糟糕的情况屡次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但印度政府却对此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印度的精英阶层接受着西化的教育，并与欧美的精英人士来往密切，仿佛他们与底层的印度百姓并不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之中。也正是因为印度精英阶层的这种表现，印度政府似乎也获得了西方各国的认可。于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机器的话术体系中，印度这个以暴力和犯罪而闻名于世界的国家，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所谓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美西方对印度做出的这种判断，本质上是一种严重的误判。现如今，随着印度的负面新闻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国际媒体的视野之中，美国也正在为他们对印度做出的误判付出代价。美国的对应战略还要从冷战时期说起，但与很多人想象当中的情况并不一样。在整个美苏冷战的历史时期内，美国一直都将印度当成南亚地区的敌对因素之一。因为在印度国父尼赫鲁的领导下，印度从英国的殖民体系中独立出来以后，就开始大力发展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在苏联和印度外交关系总体稳定的情况下，美国人根本挖不动墙角。甚至在冷战时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了拉拢印度，还亲自批准文件，让苏联给予尼赫鲁政府大量的援助。印度也在其国家宪法的条文当中加入了社会主义的字样，这些情况都让美国感到相当难看。所以在冷战时期，美国选择扶持印度的邻国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空军也是在美国的帮助下于冷战时期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但在美苏冷战结束之后，印度政府非常灵活地调整了自己的政治站位，而对于美国来说，印度在整个印太战略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美国能够在冷战结束之后顺利将印度拉拢到自己所领导的阵营当中，对于美国来说，影响将会是极其积极的。而且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人口超过了10亿的大国，大量的青壮年人口随时都可以变成工厂当中的劳动力，这让印度政府瞬间具备了可以被美西方阵营拉拢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出于美国自身印太战略的需要，美国很快就开始重视起了与印度之间的关系。印度在美西方媒体的口中很快就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大批的美国企业更是将自家的生产线和工厂成批转移到印度，以便先一步获取更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加上后来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和威胁，印度作为中国的邻国，当然就对美国产生了更大的价值。这个时候，拉拢印度对美国来说就变得尤为重要了。因此，人们可以看到，进入新世纪后，从美国总统到普通的美国政客都对印度表现出了一种和善的态度。这样做就是想让印度在美国的生态战略中替美国充当围困中国的棋子。2020年2月，特朗普不顾庞杂的国内事务，对印度展开了所谓的友好访问。2021年，拜登政府又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印度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序列。美国为了拉拢印度展现出的急切心态也因此暴露无遗。但不管美国如何宣扬印度的好，都无法掩盖印度本身的混乱。恰巧由于美国对印度的关注，很多西方媒体也将目光投射到了印度社会的负面新闻上。所以全世界都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景象，西方媒体一边鼓吹印度是所谓的全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但印度又同时存在着各种各样极其恶劣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些社会问题让人根本看不到获得解决的希望。直到这一刻，人们才意识到，美国先前对印度释放的善意信号，仿佛是给他们自己挖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坑。如果美国非要强调美国和印度之间的所谓友好关系，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回答几个问题。印度如此糟糕，美国为什么还要不遗余力地宣传印度的正面形象呢？美国政客们口口声声所说的民主制度，是不是也如同西方媒体的宣传话术一样，无比虚伪呢？时间进入新世纪之后，美国成为了当今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这也让一些美国的政治人物产生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错误思维。美军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行动开始变得愈发无耻和疯狂，这样的做派本身就让美国在全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不断下滑。当人们联想到美国对印度做出的误判之后，也不得不更加怀疑美国宣扬的价值观。
如果说美国真的在乎妇女权益，那美国的政治人物为什么对印度妇女的悲惨遭遇视而不见呢？如果美国真的注重公平，美国又为什么不去关心印度底层平民百姓的凄苦生活呢？除了印度的糟糕表现之外，当今的美国更是无法解释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直被美国描述成重大威胁的中国，反而发展得越来越好？中国和印度的人口都超过了14亿，但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却明显高于印度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在这种明晃晃的现实面前，美国对印度的宣传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对于美国想要极力拉拢的印度来说，自冷战时期开始，他们就在国际政治局势中表现出了极强的自主性。即便是在当年与苏联密切相处的情况下，印度依然成为了不结盟运动的领导国家。当初印度可以跟苏联保持貌合神离的外交关系，今天印度就可以将这一套外交手法干脆利落地复制在美国的身上，这使得美国在印度的众多投资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着打水漂的风险。就连在面对中国时，印度的态度也时常会出现变化。尽管印度曾经多次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对华进行强硬表态，但印度外长苏杰生也曾表示愿意就边境问题与中方展开沟通。如果印度真的与中国彻底解决了边境问题，美国想要再利用印度遏制中国，或许就会更加困难。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印度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国。可当前北西方对印度的宣传显然有着很多言过其实的部分。当初西方媒体对印度做出的每一次夸奖，在今天看来都如同是为美帝国主义敲响的一声声丧钟。美国的全球战略走到如今的这步田地，美国的某些政治人物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狂妄自大的心态让美国政府无法正视每一个国家在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中发挥的作用。美国在过去为了打压中国，不断抬高印度的做法，更是将自己逼入了绝境。一旦全世界都对美国失去了信任，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所谓世界秩序也将受到重大挑战。美利坚的最后一丝颜面也将随着帝国大厦的崩塌荡然无存。